Hello，大家好，我是阿勾力。今天我们继续上节视频的内容啊，继续把这个鳄鱼线分形 AOAC 交易这个策略啊给它写完啊。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跟着视频一起把这个策略写一下啊，不难的啊，很简单。那么上节视频我们是完成了这个啊，首先是这些这个外部输入啊，然后还有这个指标的这个聚丙啊，指标的聚丙实例化。还有我们通过这个 copy buffer 来获取指标的数据啊。最后的话，我们是获取了一下这个分形啊，就是这个分形的成立条件啊。那么今天我们就继续啊，这个没用的就删掉了啊。再接下来的话就是其他的一些条件判定啊。首先我们就判定一下这个鳄鱼线的这个条件啊。如果用户是启用了这个鳄鱼线的这个下颚线的条件1的话，那么我们的判断条件就是做多的话就是收盘价要在这个鳄鱼线的下颚线之上啊，做空的话就是与之相反嘛，要在它之下啊，这是条件1。那么如果用户启用了这个鳄鱼线条件2的话，那么我们的条件判断条件就不能只是价格在这个鳄鱼线的之上或者之下了，而是要判断这个 K 线的价格有没有与我们这个下颚线产生黄金交叉啊，或者说是死亡交叉。那么之所以要把这两个条件来分开去做的话，主要原因是如果你是使用这个鳄鱼线的条件2来进行判定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交易笔数有点太少了，所以这里就是做了一个开关啊。好，那么我们就继续啊。首先是定义我们的鳄鱼线的这个条件1。如果用户启用了条件1，那么我们的判定条件就是条件1的条件比较简单啊，就是收盘价格当前 K 线的收盘价格如果处于这个鳄鱼线的下颚线之上的话，就满足我们的做多条件。反之的话就是满足我们的做空条件。做空的话就是要在这个鳄鱼线的这个下颚线之下啊。如果用户没有启用的话，都给它设定为true啊，就忽略它就可以了。这是条件1。好，那么我们再把这个条件2，也就是价格与这个下颚线的黄金交叉和死亡交叉写一下。用户启用了条件2的话，首先第一个先把这个改一下，不然等会儿忘记了嘛，就会出错了。那么首先就是判断前一根 K 线，如果是在这个下颚线的下方，并且当前的这根 K 线来到了下颚线的上方啊，这就代表了价格与这个下颚线形成了一次交叉啊。针对于做空的话，就是条件相反啊，前一根是在之上，然后下一根之下啊，那么这就形成了我们的做空条件啊。好，我们编一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好，那么再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这个AO 的条件判断啊，因为 AO 的话它不仅是我们进场会用到，我们出场的话也同样会用到这个条件的判定啊。所以我呢这里就是偷懒了，我没有说针对于 AO 的条件也去做这个启用或禁用的选项啊。那么 AO 的条件判定就是柱状体啊是否有跟这个零轴形成上穿越或者是下穿越啊。然后是我们的
AO buy 的话，就是首先是前一根 K 线的 AO 指标还处于零轴之下，然后当前这一根 AO 指标处于零轴之上啊，那么形成了一次上穿越的话，它就代表我们这个买单对应的这个 AO 条件成立啊。然后与之相反的就是空单小于0，然后大于0。OK， 编一下没问题啊。好，那么最后的话还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的 AC 条件啊。那么 AC 的话，我们这里判断的就不是数值了啊，因为可以看到我们上节课应该是讲过，讲到这里了。我们判断这个AC 的这个 copy buffer 的话，我们就不是从这个index 0开始的，我们是从这个1开始啊，因为1的话，它大多数情况下啊，这里对应的都是它的颜色啊。那么这个颜色就是我们要判定的一个条件啊。如果这个颜色如果里面的这个值啊，我们这里获取的这个 copy buffer 里面的值，如果是0的话，那么它代表的就是我们这里的代表的就是我们这里的绿色啊。如果是1的话啊，那么就代表是我们的红色啊。红色就是做空条件啊，绿色就是做多的一个条件啊。好，我们把它写一下 ，single AC buy AC sell。如果用户启用了这个 AC 的条件的话，那么我们就判定一下这个 buffer 里面的值，如果等于0的话，那么就代表它是绿色，就满足我们的 single AC buy 的条件。反之的话，就满足我们的 sell 条件。如果用户没启用的话，那么就通通都给它设定为 true 啊。好，那么最后的话就是把我们所有的这些判定的条件啊 ，AC、AO 啊，下限判定条件2、判定条件1，还有这个分型啊，给它整合在一起。比如这里，如果用户的首先是 single buy， 这里是分型满足条件，并且还有这个条件1也满足，并且条件2也满足，并且还有我们的 AC 和 AO 所有的做多方向都满足的话，我们这里就直接是进行一个买入啊。买入的话就使用这个 trade 类的 buy 方法。我们这里直接填入手数就行了，其余的参数它会自动帮我们补充的，它就是以一个限价单的形式，以这个我们用户输入的这个手数啊，直接进行一笔多单的买入啊。好，那么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空单啊，空单就都一样的啊。OK， 编一下啊，没有问题。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什么进场的逻辑啊，我们来运行一下看一下啊。鳄鱼线，然后傍日时间显示，我们这里把所有的条件都启用啊，都启用。哎，这么快就运行完了吗？看一下啊。哦，对，你这里如果全部启用的话，那么就代表的是你你要求的这个进场条件就比较严格啊，所以它的这个进场笔数就会非常的少啊，非常少。我们这里先看一下逻辑对不对啊？首先这里是做多啊，做多的话，那么我们是在每根 K 线的开盘价进行判断，所以我们主要看这2根 K 线啊。
首先是满足底分型，然后是价格针对于这个蓝线，也就是鳄鱼线的下颚线进行一次上穿越啊，然后是我们的 AO 指标，AO 指标应该能够看清吧？这其实是一个绿色啊，应该是形成了一次穿越啊。然后再看我们的这个AC 的颜色的柱状体啊，也是绿色的啊，这都是满足条件的，所以做多啊没毛病啊。不知道大家这个地方应该能够看清吧？这是一个绿色啊。等一下我把这个调出来啊。大家看左边窗口的这个 AO 指标啊，应该是能够看出来的。它前一根是负的0.083啊，然后这一根是正的0.0132。所以从代码逻辑上来说，它是正确的，就形成一针对于零轴的一个针对于AO 呢 AO 的话啊，就是针对于零轴的一个上穿越啊。再多测一点啊，把这个时间拉长一点啊。我们看一下空单的，这是多 ，OK。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给它对应的这个出厂条件啊，所以它并且也没有给它止盈止损啊，所以它是一直会存在在这个盘面上的。算了，我们先把这个出厂条件也给它补充一下，补充完整之后我们再来测试啊。出厂条件就是，首先是针对于多单的话，如果出现了这个 AO 的反方向的这个 AO 的空单成立条件的话，我们就进行这个close 进行这个所有的多单一个平仓啊。close all buy 吧啊，因为我这个空单的条件还没写啊。如果多单成立的话，我们就是 close all 这个 sell。好，我这里先把空单的这个平仓方法给写一下啊。好，这就是我们这个根据传入的这个持仓方向来进行平仓的一个方法啊。首先就是获取所有的持仓总数，然后进行一个循环便利啊。循环中就是分别来获取它的这个 ticket 啊。如果 ticket 小于等于0的话，就代表不存在啊，直接给它 return false 啊。然后获取到 ticket 之后，我们使用这个 position select by ticket 选中这笔持仓啊，选中这笔持仓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获取到它的这个 magic number 啊，把这个 magic 持仓的这个 magic number 跟我们这个传参的 magic number 进行判断，就知道是不是属于它这个可以管理的这些订单了啊。然后再接下来就是获取我们这个 position type 啊，持仓方向啊，如果这个当前持仓方向是空单，但是用户是想平的是多单的话，那么这就不是他想平的订单，我们直接给他进行 continue 啊。针对于多单的话也是同样的逻辑啊，也就是走到这一块的话，就代表用户传入的持仓方向跟当前持仓的这个方向是一致的，我们才会进行这个 position close 啊，就是平仓的逻辑啊。好，其余的就没什么，这个方法已经写过很多遍了啊。这里就是平掉所有的这个空单啊，因为 AO 的多单成立了啊。好，我们编一下啊。现在基本上也写完了啊，全部都写完了。好，那我们把所有的这些做单条件啊都给它启用，然后我们在盘面上来验证一下我们的交易逻辑是否正确啊，让它多跑几笔啊。好，我们暂停一下来看一下。首先是这笔多单，多单啊，在这里啊，在这个位置，多单的做多条件，我们重新挑一个啊，这个看起来太小了，看不清啊，看这里吧啊，做空条件这两根 K 线下穿越，然后 AO 指标这里啊，看不清的话，看这里的这个数值是否针对于0轴的话进行一次下穿越啊。前一根值是正值啊，下一根这个 AO 指标就是负值了，形成下穿越啊，正常的。然后是 AC 的话，也就是红色满足做空条件啊，包括我们这里的这个顶分型也成立啊，这5根形成了一个顶分型啊，做空满足条件。
然后我们的出场条件是针对于空单的话，就是AO 的反向做多信号成立的话，我们这里就是出场啊。那么这里大家看这一块啊，还是看这个数值啊，这里是成立的一次上穿越啊。我们再看一笔多单吧啊，一笔多单。好，我这里又找了一笔这个多单的啊，一笔清晰的这个多单的啊。首先是条件一的话，我们这里的底分型是满足啊，看这5根 K 线啊，看前3根 K 线就可以啊，这一根，这里是底分型满足。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AO 指标啊 ，AO 指标从肉眼上也能够很明显来看出啊，针对于0轴的一次穿越成立啊。然后是 AC 的柱状体的颜色，这很明显也是绿色啊，成立啊。然后对，还有这个下颚线啊，下颚线。这里的收盘价，包括这里的收盘价，针对这个下颚线形成一次上穿越啊，做多的条件满足。满足之后呢，它的出场条件就是与之对应的 AO 的下穿越，针对于0轴的下穿越的话，就是我们的出场条件啊。那么就看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很明显是一次 AO 指标针对于0轴的下穿越啊，那么就满足我们的出场条件啊。好，就举这2个例子啊，然后把这个跑盘给大家说个问题啊。我这里是运行12年到24年的这段时间，在1小时级别上啊，傍日的啊。然后我们首先是把所有的条件啊都给它拉出来啊，就全部都满足才可以啊。其实真正影响的啊，我测下来是这个下颚线的1和2啊。我们看一下啊，这是全部都满足的条件下啊，这就是它这个问题啊，交易笔数太少了，总共才26笔交易啊，这根本没有办法看啊。所以我这里才会把它这里进行相应的启用或者禁用啊。主要是这个条件2的话，如果把这个条件2开启的话，交易笔数真的太少了啊。如果把它关闭的话，那么至少还可以啊，至少还可以看啊。其余的我就没有做过太多的测试了啊，当然你们可以自己写完之后自己去多测一下啊。对，这就是禁用掉这个条件2啊之后的策略表现。当然，如果喜欢这个叫什么啊，喜欢做这个参数优化的同学啊，可以自己去把这个鳄鱼线的这个指标来进行相应的优化啊。其余的这些指标的话，它并没有太多可优化的空间啊。可能你可以针对于这里的这个 buffer 的 number 啊进行相应的优化啊。其实这个优不优化啊，这个后面再说吧，后面单出一章我们着重来讲解一下优化这个问题啊。好，那么今天就是带着大家把这个鳄鱼线分型 AOAC 交易的这个策略来给大家实现一下啊。我这里再给大家过一下吧啊，这样的话有些人他可能觉得这样复制起来，包括找错起来可能会方便一点啊。这里的话就是我的一些声明啊，指标的声明，然后外部的参数。on init 的方法里面就是指标聚丙的一个实现on ticket 的方法啊 ，copy buffer 获取指标数据啊，这里的话就是针对于所有的这些做单条件的一个判定啊，这里是具体的下单啊，这里是出场逻辑啊，然后 is new 方法啊 ，close position 的方法啊。好，这就是全部了啊，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去写下啊，测一测啊。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也可以给我点赞、评论啊、加关注。那么就下个视频再见啊，拜拜。